大家好，还记得在我安装日行灯的那一片，我有提到接线的安全吗？那其实在进站装行车记录器跟电装品的那几片里面，我都有谈到电路上的问题。只是在安装日行灯的那一片里面，我有谈到我们可以利用保险丝的另外一头，你就是把那个塑胶，我拔起来给各位看好了。你就是可以把一边的塑胶切掉，然后焊一条线。其实这种东西是有在卖，它已经做好成品了。它就是应该是算保险丝延长吧。可能我是比较节省啊，所以我都自己焊。然后在安装的时候，我突然有在那片我忘记跟各位讲，像保险丝，它就是正电过去的时候，它这边做一个类似保护装置。当电从假设电从这边过来，然后当我们这边发生问题的时候，短路啊或者一些问题的时候，电压升高，它会把里面这个保险丝烧断、熔断，作为保护装置。但是，应该这么说，我拍这一篇，我主要要讲的就是保险丝它还是有方向性。我们这一边外接东西的这一边，你要在它的去的方向，譬如说电流从这边上来，从这边进来，然后往这边跑，对不对？我们这一头你不能装在它来的这边哦。如果你安装的是它来的方向的话，电流过来的方向的话，如果这个东西安装的东西发生故障、出现问题的时候，保险丝可能不会烧断哦。所以你们在安装上要注意，就是你要先找出保险丝它的方向，这一头要安装在去的方向。反正我已经拔起来了，我就直接用这个孔量给各位看。因为在那一片里面，日行灯那一片我有介绍，我是装日行灯嘛。然后我这个保险丝它是小灯的开关，小灯开，我的日行灯就跟着亮。那我现在先量给各位看。我先量我的电瓶，确定有电表是正常的。好，然后你看哦，我量靠近驾驶座那边的插头没有电，然后量另外一边也没有电，对不对？好，我下去把小灯开关打开。小灯亮了哦，怎么样？小灯亮了。我量驾驶座那一边，电压有上来，然后我量靠近车头这边，电压就没有上来。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就变成说，你的保险丝，你外加的电源，你要接在靠近车头这边。当这边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才会断掉。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我量这边没接的这边，它有电压上来。那我量另外一边，它没有电压上来。
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安装的这边，加装的这边，要在去的方向，你不能它电流上来的方向。这个就是我那一片里面忘记跟各位讲的。不管，因为可能很多人说啊，你就在外加个保险丝就好。问题是，同一条电线，你太多接点，一定会产生它的损耗，它的漏失。所以尽量我是觉得以加装电装瓶用电的设备上，就是如果安装的东西它所使用的电流很小的话，那就是直接找保险丝下去接就好。如果像雾灯啊那种使用的电流比较大的话，我建议就是另外接开关，再另外接个保险丝，这样子是最安全。因为说真的，这种电装品这种东西，你一弄不好，你很有可能把车上的线路烧毁，甚至也有可能把车电脑啊一些比较贵重的一些零件整个把它弄坏。所以电装品在安装上的风险是很高，所以我在那篇有提到，就是在 DIY 上风险最大的就是电装品跟油路，反正只要是用到电的、用到油的东西，汽油啊这类、油管这类的，真的要特别小心。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好，我现在装回去了。然后基本上重点就是尽量宁愿麻烦一点，做好万全的准备。你也不要说一时方便啊干什么的，嫌麻烦就乱接一通。真的到时候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真的会得不偿失。然后在外接的时候，电源外接的时候要注意线材的使用。你不要找那种皮太薄，或者说线太细的，那个都会增加你的用车的危险。尤其是那种使用大电量的雾灯啊，或者一些用电量比较高的产品上，线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好，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保险丝外接电源的安装跟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